空气中电光火石般，双方的力量即将碰撞，激荡出狂暴的能量风暴。那兽形的攻击带着狂野与凶猛，在虚空中划过一道道扭曲的轨迹，直逼神像。虚空仿佛被一柄无形的大剑洞穿，空间的裂痕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轰隆，随着一声巨响，四周的空气因为强烈的神迹攻击对撞而发出尖锐的啸鸣，连天地都在为之颤抖。7位强者的强大攻击与神像激烈的撞击着，一道道恐怖的震耳欲聋之声响彻这一颗星球，激荡出无尽的风浪，卷起尘埃与碎石，在这片荒芜之地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然而，面对7位拥有诡异力量强者联手全力攻击下，邱福即便是高阶半道神，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们的力量诡异而强大，让邱福感到压力之大的后退了100米距离。双方交手中，各种兽形攻击如潮水般涌来，虚空被洞穿，要将整个空间摧毁。终于，在一阵轰鸣声中，那座巨大的神像在7道诡异的能量冲击下，终于支离破碎，化作尘埃。而邱福这一招最强大的底牌天盘神像，曾经可是重创过同样是一位高阶半道神的强者。然而今日，自己却是要摆在眼前这7位初阶半道神和中阶半道神的手里。那座巨大的神像被击溃后，邱福的身影也受到重创，身影倒飞而出，一口鲜血从喉咙间喷出，最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眼中充满了不甘和愤怒。尽管处于劣势，但他并没有放弃，心中依旧燃烧着强烈的斗志。他知道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他必须振作精神，寻找机会反击。当然，对方虽然击溃了邱福的强大底牌神技，但是那5位初阶半道神的对手也同样受到了不小的伤势，而那2位中阶半道神只是轻微的伤势。真是好强大的神技，难怪之前可以击败一位高阶半道神，这一次要不是我们身上有那股力量加持，恐怕仅仅对碰的那瞬间就会被击杀那位中阶半道神的强者庆幸的呢喃道。不过你已经败了，现在我们也改变主意了，不仅要夺回你身上的宝物，同时还要让你变成最冰冷的尸体。邱福强忍着身上的剧痛，踉跄着站起身来，半道神力在他掌心凝聚，他目光如炬，扫视着面前的7位半道神强者，咬紧牙关，将残存的半道神力凝聚在掌心，宛如最后的怒火在手中燃烧。有本事你们就过来从我的身上抢过去。邱福的声音低沉地回荡着，他的身影在地面上拉长，显得孤傲而坚定。突然间，他爆发出最后的力量，如猛虎下山般冲向那7位半道神强者，仅剩最后一口气了，还要挣扎？给我死！一道突如其来的冷厉之声划破了夜的寂静，宛若寒风中的利刃，令人不寒而栗。随着这声冷喝，一股深不见底的诡异力量猛然自他们7位半道神强者的身上爆发而出，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吞噬。这股诡异力量扭曲着空间，凝聚成一张狰狞扭曲的丑恶魔脸，他那具口中充斥着毁灭与死亡的气息，仿若可以吞噬一切力量。丑恶魔脸张开巨嘴，毫不留情地朝着邱福的方向吞噬而去。见此，邱福也挥出了自己手中的最后一击，那是一道蕴含着邱福全部抵抗之意的能量波。轰！这道恐怖的能量波速度非常之快，一眨眼就洞穿了虚空，轰击在了那巨大的丑恶魔脸之上。然而被击中的丑恶魔脸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动荡，反而似乎因此变得更加凶猛，张开丑恶的巨嘴将那能量波给一口吞噬而尽。而邱福的最后攻势又一次的被那丑恶的魔脸轻易的化解。此刻邱福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和绝望，死亡的气息在他的周围蔓延开来，就像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他紧紧困在其中。那道丑恶魔脸继续朝着邱福步步逼近，每一寸接近都让空气中的死亡气息更加的浓厚几分。什么？我最后的抵抗之力居然起不到任何的效果？邱福震惊地站在了原地，眼中闪烁着绝望的光芒。他感到自己的力量突然变得如尘埃般渺小，在这股诡异恐怖的力量面前，一切抵抗都显得徒劳。正当死亡之影彻底地笼罩邱福的全身上下之时，突然间一道巨大的法相之拳凭空显现，挡在了邱福的面前。这拳意凛然，拳上光芒四射，宛如一轮烈日，驱散了四周的阴霾，带着原始气息的威严，仿佛可以抵挡一切邪恶与破坏。轰！法相之拳与那丑恶魔脸的力量撞击在了一起，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声，席卷出恐怖的冲击波。一时间，整个天地都被这股冲击力所撼动，大地颤动，周边的山脉瞬间都被波及，纷纷作为这一道冲击波中的尘埃。这不仅仅是一场力量的较量，更是光明力量与黑暗力量之间较量。在双股力量的不断吞噬下，法相之拳上的金光开始暴涨，金色的符文显现而出，一道耀眼的金光直接吞噬了那扭曲狰狞的丑恶魔脸。在这双方力量激烈的对碰之中，那7位半道神强者原本自信满满的释放出了他们最引以为傲得的诡异力量，试图对抗那道金光外放的法身之手。然而当他们看到那只金色的法身之手从虚空中浮现，
轻易地抵挡并吞噬了他们的诡异力量时，他们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如纸，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深深的难以置信。他们的攻势在法身之手的光辉之下，如同投入大海的石子，激不起半点涟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道巨大的法身之手，只见它缓缓上升，紧紧抓着那狰狞无比的扭曲魔脸，直至上空。而后便是见到了在他们的虚空之上，正脚踏虚空的3道神圣身影随之显现。这3道神圣身影散发出的3道极为玄妙的恐怖气息，如同石质般沉重，让整个虚空都仿佛在颤抖。7位半道神强者的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他们的信念在这一刻动摇，仿佛面对的是让他们触不可及的存在。大道主神大能者一声惊呼打破了虚空的死寂，7位半道神强者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出了这道绝望的呼喊。他们深知，面对这样的大能者存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唯有接受命运的裁决才是眼前最现实的。随着他们的呼喊，那巨大的金色法身之手仿佛有着无尽的光明，灵动而异常的强大。最后，他轻而易举地捏碎了那挣扎的魔脸，将其消散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片纯净的光明弥漫在空气中，照亮了每一寸空间。在这光明的照耀下，邱福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温暖，他的内心涌现出感激之情。他知道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却又在最危险的时刻被眼前的那3位神秘身影所救。他瞪大了眼睛，目光中充满了对那3道神圣身影的敬畏和感激。多谢3位大能者出手相救，我邱福欠你们一个人情，若日后有需要，我必当加倍奉还。他的声音带着极其洪亮之声，拱手恭敬地对着那萧炎灵动木尘感谢道，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是非常的真诚无比。其实邱福也没有想到，在这神藏中还会有人愿意出手救下自己，这是非常少见也几乎不会出现的事情。因为在神藏之中，只有强者为尊，以命争夺其中的各大宝物和传承，彼此之间都是争夺的对手，根本不会选择去救一个人，这倒是很出乎他的意料。不用向我道谢，我刚刚之所以出手，并不是救你，而是这些半道神的身上有着令我恶心的诡异力量。牧尘的身影一个闪现就出现在了邱福的身前不远处，但目光却是凝视着眼前那7位站立着身影的半道神强者。随之，萧炎和灵动的身影也轻轻地落在了地面上，四目投射而去，使得那7位半道神强者一瞬间被一股恐怖的威压所笼罩，根本无法动弹。你们是谁？为何多管闲事？其中一位中阶半道神强者硬着头破咽了一口唾沫，开口道：不要紧张，我们有一件事情要验证一下。萧炎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如果不知道他的实力情况下，他的确是一位能够让人感觉不到危险又带着一丝洒脱的气质。但是他们现在都知道，眼前的这3位可都不是好惹的存在，只要愿意，他们可能会瞬间从这里消失不见。什么事？灵动的冷厉目光在他们身上不停地扫过，可以感受到在他们体内的诡异力量波动，虽然不多，但是仅仅只有这一点诡异力量就能够将一位高阶半道神差点击杀，这让他们极其注视。你们身上的诡异力量从何得来？7位半道神强者也是银牙紧咬，面对着眼前这3位大道主神大能者的质问，他们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着。他们知道，一旦回答有所闪失，那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瞬间化为齑粉的命运。于是他们一五一十地回答道，这股诡异的力量是我们无意间在这颗星球中的一处密洞中所获。萧炎闻言，眉头微微一挑，他的眼神瞬间变得深邃而复杂，看来这颗星球也未能幸免于那股诡异力量的侵蚀。他的声音低沉，仿佛在自语，又仿佛在沉思，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好奇，为什么神藏中的这些星球都被那股诡异的力量侵蚀过？带着这样的疑惑，灵动眉头微皱，沉声道：洞穴。带着我们过去，他的声音不容置疑，透着一股强大的威严。7位半道神强者相互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便是带领着萧炎、灵动、牧尘他们朝着那神秘洞穴的方向准备行去。见到萧炎他们要离开，那站在一旁没有说话的邱福立马再次拱手道：几位兄台，你们叫什么？日后我好还你们人情。从萧炎、灵动、牧尘他们的耳后传来邱福的声音，则是头都没有回。牧尘抬起手臂挥挥手，表示刚刚解释得很清楚了，并不是救他而出手，真正让他们出手的乃是这些半道神强者身上的诡异力量。